婚礼当天，新郎突然不见了，新娘气得不行，直奔未婚夫的家。没想到开门的是个陌生男人，这男人也完全不认识眼前这位打扮奇怪的女士，直接把她拒之门外。他冲进屋子里，四处寻找朝仓的踪迹。这时那男人告诉他，朝仓已经搬出去了。这女人名叫阿南，今天本是他和朝仓的婚礼，婚礼快要开始了，但朝仓却消失了。那男人叫秀俊，是朝仓的室友。这时秀俊找到朝仓留给阿南的信，阿南拿着信迟迟不敢开，其实他心里已有预感，让秀俊帮他读信。正当秀俊要拿信时，信里写着朝仓已经离开他，和另一个女孩一起走了。这消息对阿南来说如晴天霹雳，让他彻底绝望。秀俊对此也深感同情，在旁边不停安慰他。婚礼马上就要开始，他不知该如何跟亲友解释，于是他想到了秀俊。秀俊觉得阿南可能受刺激了，精神可能出了点问题。见阿南紧追不放，他灵机一动，对阿南说，可能朝仓已经回心转意，正在婚礼现场等你。阿南心知秀俊只是在安慰他，但他明白秀俊只是敷衍，所以他也不便为难别人。离开前，秀俊得知阿南是跑着来的，他好心给了阿南钱让他打车回去，其实是想让他快点离开。阿南走后，他赶紧把门关上，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。但看到阿南伤心的背影，他的心又不由得一阵酸楚。朝仓此时正和新女友快乐的玩耍，他们一边吃喝一边玩乐，逍遥自在。朝仓想打电话给秀俊，探听阿南是否已经放下了，但电话一直没人接。秀俊正在教孩子们弹钢琴，同时忙着准备音乐比赛。他本以为和阿南的尴尬相遇已经结束了，没想到又再次遇见了阿南。这次他怎么也摆脱不掉，他们这对欢喜冤家的爱情故事就这样开始了。男人突然被一阵美妙的钢琴声吸引，他顺着声音走进了一个教室，发现弹琴的女孩竟是自己暗恋已久的良子，但他一直没勇气向良子表白自己的心意。良子似乎也对秀俊有意，也在等着秀俊的告白。回到家，阿南追问下，他终于说出自己暗恋良子的事，两人还模仿了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场景，这让阿南也感慨万千。回忆起自己与赵仓的美好时光，想起赵仓每年生日都会准时在12点送上祝福，本以为两人会长久，没想到朝仓却抛弃了他。秀俊看到阿南又想起了伤心往事，他就拿起玻璃球逗阿南开心。阿南很快心情就变好了，他一时兴起也想玩一玩，谁知道他扔出去后，那个弹力球就没再弹回来。秀俊知道那是赵仓最爱的球，对阿南来说也非常重要。他正要去找阿南，却拦住了他。但到了第二天早上，他悄悄地去把弹力球找了回来，虽然口上说不在意，心里却一直放不下赵仓。他相信赵仓迟早会回心转意。回家之后，他就坐在电话旁等待，害怕错过赵仓的来电，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。他深信赵仓会打电话给他，但直到晚上，赵仓的电话还是没有来。正当这时，秀俊回到家，他告诉阿南今天有电话找他，一个是良子打来的。听到是女生，他就挂了，什么话也没说。秀俊听后心里立刻堵得慌，他明白良子可能以为他有女朋友了。阿南接着说，还有第二个电话，是关于音乐比赛的失利通知，这意味着秀俊无缘和良子一起进音乐学院了。他的怒火顿时被点燃，对着阿南大发雷霆，责怪他私自接听电话，还讽刺阿南就是个麻烦制造者，不请自来，脸皮厚的不愿意离开。这话一出，阿南心里很受伤，他开始收拾东西打算离开。就在这时，秀俊注意到阿南的简历上写着今天也是阿南的生日，他正想解释清楚，但阿南气冲冲地甩门走了。这时他看到阿南带回来的那个弹力球，意识到阿南一直没忘记赵仓，想起了阿南昨晚所说的话。秀俊突然明白了，阿南不是故意接他的电话，他只是在等赵仓的祝福。秀俊意识到自己误会了阿南，还说了很伤人的话，他赶忙追出去喊阿南，请求阿南回来，但阿南还在气头上愤然离去。这时秀俊灵机一动，弹起了生日快乐曲，用这方式向阿南表达歉意。阿南听到琴声，脚步顿时停了下来。此刻没有什么比生日快乐更能安慰他，他的心灵得到了抚慰。其实他没真的生秀俊的气，而是恨朝仓，也恨自己，恨赵仓的冷漠离去，恨自己的执念。在他最失望的时刻，是秀俊的关心治愈了他的心伤，他理解了秀俊的心意，心中充满了感激。阿南感动得泪流满面。气氛正好时，电话突然响了，两人都不敢接，一个怕是良子打来的，一个怕是赵仓来电。突然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，女人开门一看，她被吓得赶紧把门关上，却发现门外站着失踪5年的弟弟。她知道弟弟找上门来肯定没什么好事，弟弟却谎称是专程来参加姐姐的婚礼，一见面就误将秀俊当成姐夫。
赵仓还在秀俊面前曝光了阿南的过去，把一些阿南的黑历史说了出来，这让阿南在秀俊面前尴尬万分。更过分的是，第一次见面，真二竟然向秀俊借钱，而且明显就是那种借了不还的。阿南听后，立刻上前阻止了真二，并向他澄清秀俊不是赵仓，自己只是暂时住在这儿。不料真二的到来让他们的关系再添波折。那天，好友送给秀俊2张音乐会的票，建议他借此机会向良子表白。可见到良子时，秀俊紧张的说不出话来。他只解释了，昨天接电话的不是他的女朋友，而是暂住在他家的普通朋友，但他就是没勇气提起约会的事。正要离开时，却被好友劝了回来。他们决定晚上一起去看音乐会，没想到票已经过期了。为了不浪费这次难得的机会，良子建议一起去游乐场。他明白秀俊的意图，也想给他们更多相处的机会，因为他一直默默喜欢着秀俊，不断向秀俊暗示，希望能拉近他们的关系，但始终没有得到秀俊的明确回应。尽管秀俊心里也喜欢良子，却总是没勇气向他表达自己的爱意。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尴尬，始终处在一个不太舒服的阶段。后来他们一起去了餐馆，没想到在那里碰到了阿南。阿南热情地走上前打招呼，秀俊却一直没敢回应，假装跟阿南不太熟。他担心会误导良子。就在这时，阿南好心给良子送了一张情侣酒店的打折券，还不停向他推荐李明。秀俊见状赶紧制止了阿南。良子也看出来了，他们俩并不像秀俊说的那样，只是普通朋友。他气愤地走了。秀俊急忙追出去解释，良子似乎也理解了秀俊一直不向他表白，原来早就有了别人。阿南意识到自己惹麻烦了，便开始刻意讨好秀俊。秀俊此时心里憋着一肚子气，开始怒斥阿南，指责他粗鲁无礼，缺乏女性魅力，甚至冷嘲热讽，说了些更难听的话。这些话严重伤害了阿南的自尊。阿南反击称秀俊是个懦夫，明明心里有人，却不敢表白。两人最后争吵不欢而散。那天晚上，阿南没有回家，去了桃子家过夜。想着秀俊那些扎心的话，他非常心痛。秀俊回到家，发现时间已经很晚，阿南还没回来。他开始不由自主地担心阿南，也意识到自己刚才的话可能说重了，这让阿南感到受伤了。良子在回家路上碰巧遇见了真二，真二对良子一见倾心，疯狂地追求起他来。他却不知道秀俊一直暗恋良子，良子也没意识到眼前的真二，这为他们4人的后续感情纠葛埋下了伏笔。自从上次吵架以来，秀俊就一直心神不宁。阿南也满心忧郁，他特意在回家的路上等秀俊，想要制造一个偶遇。不巧的是，秀俊今晚恰好走在对面。秀俊刚吃完面离开，阿南就到了这家面馆，总是错过。阿南把身上仅有的钱花在2瓶酒上，拿着酒站在秀俊家门口，却迟迟不敢敲门，独自一人坐在门口喝酒。就在这时，秀俊突然听到门外有动静，一个女人无意中看到了熟悉的身影，定神一看，竟是在婚礼当天离他而去的未婚夫。转瞬那人就不见了。他对桃子说，这曾是他们最爱的地方，他希望能在这里再次遇到赵仓。这时桃子问了他一个问题，阿南却选择了沉默。其实他也不清楚自己在眷恋什么，可能只是在等一个自欺欺人的借口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阿南每天都会来这里，等着赵仓的出现，但赵仓始终没有出现。到家后，秀俊见到阿南萎靡不振，明白他又在想念赵仓，于是尽力安慰和鼓励他。这段话被评为剧中最经典的台词，也深深影响了当年的我。在秀俊的开导下，阿南心情终于豁然开朗。第二天，秀俊收到赵仓寄来的婚礼请柬，他担心阿南看到，偷偷的想回自己的房间。阿南看到秀俊的鬼祟样，急忙追问他手里拿的是什么。两人争抢中，请柬不小心撕成2半，阿南手里正好是带有赵仓照片的那版。为了阿南不看到上面写着结婚时间和地点的那版，他只能硬生生吞下去。阿南握着照片，泪流满面。他伤心的不仅是赵仓的离开，更因为多年感情的不甘和委屈。第二天，他告诉桃子赵仓已经结婚的事。桃子明白，阿南心里一定很难受。他们一起去了真二的酒吧，想要借酒消愁，忘掉所有的烦恼。阿南喝多了，桃子就把他送回家。其实阿南并没喝醉，他只是想借机发泄心中的苦闷。看着手中的结婚请柬，他似乎已经释怀，并没有生气，反而回想起秀俊关心自己的情形，心里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秀俊的身影。想着美好的事情，不知不觉睡着了。秀俊看到阿南睡了，就悄悄给他盖上衣服。从这一刻起，2颗孤单的心慢慢开始靠近。第二天，良子递给秀俊一堆音乐会比赛的资料，希望秀俊能去参加，这样他们就能在同一所学院相见。但秀俊说他不打算再参加任何比赛。回到家，
阿南告诉秀俊他被公司开除了。在爱情和事业的双重打击下，阿南感到非常低落。秀俊能感受到阿南的心情，就故意开玩笑来逗他。说着说着，两人不知不觉中打闹起来。冷静下来后，两人都觉得有些尴尬。第二天，他们一起去了酒吧。梁子没想到，在酒吧竟然又遇到了真二。真二也立刻认出了梁子，看着他们眼神交流，秀俊心里突然有了不好的预感。两人在台上心有灵犀的表演，台下则成了彼此的倾听者。感觉到气氛尴尬的阿南尽量转移话题，但两人仍旧只顾自己聊天。秀俊这时候已经极度的不行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当他们离开时，真二坚持要送梁子回家，阿南急忙让秀俊去送。梁子在等待秀俊挽留，但直到上车的时候，秀俊还是无动于衷。看着梁子离开的那一刻，他心中五味杂陈。接下来的事情更是让他痛苦万分。深夜，真二的女友突然找到了秀俊，他赶紧检查相机是否损坏，一眼就认出了眼前的女人。那女人似乎也认出了他，因为没带钱。阿南主动留下了联系方式，同时还调侃了一下男人。不知道这男人从第一次见阿南开始就对他有所关注。这个男人名叫山崎，是个著名的摄影师。由于模特表情太僵，他拍不出想要的效果，于是他注意到了旁边的阿南，邀请他一起来做个互动游戏。尽管阿南是个过气模特，但很快就带动了新模特。山崎抓紧机会拍摄，瞬间捕捉那刹那。这时他的镜头不经意间捕捉到了阿南，被他那纯真甜美的笑容迷住了，急忙拍下了这最美的一幕。这样一个巧合让阿南给山崎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他们的再次相遇就是开头那场景。阿南回家后，原本想与秀俊分享今天的经历，却看到秀俊独自醉酒，知道秀俊今天的约会肯定没成功。就在刚才，秀俊和梁子正式约会，但梁子显得心不在焉。在和秀俊约会时，他心里一直在想真二，他总在夸赞真二的魅力。秀俊似乎察觉到了梁子已经喜欢上真二了，所以他决定要尽快向梁子表白。梁子闭上眼睛，正准备听秀俊的表白，但秀俊突然退缩了，这让梁子非常失望。一句懦夫深深地伤了秀俊，秀俊只好独自一人喝得烂醉。阿南看到秀俊这么伤心，也感到非常难过，他不停地安慰并鼓励秀俊，想方设法让秀俊开心起来。在阿南的劝导下，秀俊渐渐好转。随后，阿南给了秀俊一些追女孩的建议，还鼓励他大胆向梁子表白。见秀俊迟迟不行动，阿南就亲自示范了一番。接下来轮到秀俊示范时，阿南心中突然涌起了奇妙的感觉。第二天，秀俊用阿南的方法约了梁子出来。梁子好像也猜到了秀俊想要表达的是什么，所以他对秀俊说，他现在心里很乱，需要时间来整理一下思绪。秀俊发现情况跟预想的不同，就找借口想走。阿南却拦住了他，鼓励他勇敢地表达心声。他们的对话恰好被梁子听到了，为了避免尴尬，梁子不得不找个借口提前走了。看着梁子离开后，秀俊在原地犹豫了很久，最终还是鼓起勇气追了上去。他害怕再也没有机会，含含糊糊的最后向梁子表白了自己的爱。这时的阿南听着秀俊熟悉的表白词，看着两人热烈拥抱，心里感到一阵刺痛。缘分从不是命中注定，而是需要自己去争取的。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，他们昨天也曾相遇。其实山崎第一次见阿南时就已经喜欢上他，因此才故意安排了这次心灵的碰撞，也趁机邀请阿南约会。而作为大龄剩女的阿南自然不愿错过这次机会，心中早已波涛汹涌。回家后，他兴奋地把这消息告诉秀俊，秀俊也告诉他梁子约他明天看电影。但第二天秀俊醒来，发现自己快要迟到了，急忙冲出门，不知道阿南已经在楼下等他。没想到阿南的下一句话让他毛骨悚然，看到阿南接下来的举动更是心惊肉跳，一路慌慌张张，终于安全地送秀俊到了。见到梁子后，无论谈什么话题，他们总是聊不到一起。首次正式约会就这么尴尬地结束。秀俊打算明天再约梁子，但梁子却婉转地拒绝了。他原本以为梁子会像自己一样舍不得离开，一直希望他能回头对自己说一声晚安，但梁子始终没有回头。回家之后，阿南看到秀俊萎靡不振，猜到肯定是约会没顺利。秀俊也向阿南倾诉了自己的感受，他说跟梁子找不到共同语言，谈不到一块去，无法像现在这样畅所欲言。他一直在迁就梁子，同时他也感觉到两人在一起总是很压抑，但他心里还是喜欢梁子。同时梁子也在怀疑自己对秀俊的感情是否真的是爱，这让他想起了以前和真二在一起的时光，那时的心动和灵犀一点总是让他感到恋爱的冲动。这天山崎邀请阿南一起去听音乐会，
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了梁子。原来梁子猜到真二可能会来这场音乐会，所以他希望在这能遇到真二。没想到真二却是和女友一起来的，他赶紧找了个理由离开。阿南也看出来了，梁子已经喜欢上了真二。回到家，他一直在犹豫，要不要把今天的事告诉秀俊。就在他准备说的时候，梁子突然打来电话，说有重要的事要告诉秀俊。秀俊挂了电话，迫不及待的要去梁子家。阿南心里明白，梁子肯定是想和秀俊提分手，所以一路上都在劝秀俊，劝他别结婚。秀俊从电话里就能感觉到梁子的情绪不对，所以特别担心梁子。见到梁子后，马上把他紧紧抱在怀里。本以为梁子会向自己表白，没想到梁子接下来的话却让他彻底心灰意冷。与人参加聚会，碰巧遇到了前男友，本来想向暗恋已久的男生表白，但在前男友面前却支支吾吾说不出口。桃子在旁边不停地给梁子打气，鼓励他大胆向真二表白自己的爱意。这时秀俊才明白，梁子心里喜欢的一直是真二，这才提出和自己分手。阿南看到这情况，急忙把桃子拉到一边，劝他别再说了，因为他不想让秀俊再受伤。而桃子坚持爱就是要表达出来，不爱就是不爱，要勇敢说出自己的感受。结果两人大吵起来，梁子看到后立刻大声斥责他们，他不想自己的事给大家添麻烦。看着梁子伤心离开，秀俊立刻拉着真二追了出去，追上梁子并把他拦下，把两人叫到一起。秀俊这么做是因为他深爱梁子，希望梁子能幸福，和真正喜欢的人在一起，自己则躲到了一旁，痛得撕心裂肺。这一幕阿南全都看在眼里，他完全能感同身受秀俊的心情。而梁子此时正面对着深爱的真二，终于向他表达了自己的爱意。他对真二说，从第一次见面就已经喜欢他了，一直在努力忘记真二，但越想忘记却越是想念他。看到真二毫无反应，梁子以为真二不想接受自己，正打算离开时，真二突然把他拥入怀中，并向梁子表达了自己的感情。阿南也能看出秀俊此刻一定很难受，所以尽力开导秀俊，不停地给他暗示，这让秀俊想起了阿南昨晚对他的玩笑。此刻的秀俊或许是被阿南感动了，或许是感到空虚，因为被梁子抛弃。阿南以为秀俊终于明白了，没想到秀俊随后的话又让他彻底绝望。男人正准备去上班，偶然遇到了前女友，本以为他是来找自己的，没想到他来找的是自己现在的男友真二。为什么现男友会和前男友住在一起呢？原来就在昨天，面对喜欢自己的秀俊和自己喜欢的真二，他最终选择了真二。刘美发现他们的关系后，与真二大吵一架，无奈真二只好投靠姐姐阿南。虽然秀俊很不情愿，但最终还是收留了真二。第二天，刘美找到秀俊想谈谈这件事，秀俊希望他们能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谈。实际上刘美心里已经有了决定，她真的很不舍得真二。从真二的表情中，她看出了一切，真二已经放手了，所以刘美决定不再纠缠。临走前，她对真二说，刘美也察觉到了真二并没有留她的意思，伤心地离开了。两人正式结束了关系。第二天，梁子去找真二，意外地遇到了秀俊，就是故事开头的那一幕。秀俊告诉梁子他和刘美分手的事，并祝福他们能幸福。梁子感觉对不起秀俊，心中满是愧疚。秀俊似乎感受到了梁子的心情，特意在梁子面前表现得若无其事，因为他不想让梁子难过。两人看起来似乎都释怀了对方的感情。临走时，秀俊把家的钥匙交给梁子，鼓励他大胆去追求真二。梁子终于见到了心心念念的真二，直接扑进了他的怀里。两人都放弃了喜欢自己的人，选择了相互喜欢的对方。秀俊这时回想起和梁子的美好时光，心里难免感到一阵痛楚和不舍。同时他明白是时候放手了。这天阿南得知秀俊失恋，知道他心情不好，便建议秀俊晚上等他回来，一起开一个失恋宴会。谁知阿南一离开就没再回来。原来就在几天前，阿南下车时碰到了一个行动不便的老人，帮助老人之后，他发现自己不见了山崎交给的资料。他知道那些资料对山崎非常重要，也明白山崎可能无法原谅他，于是他决定去找山崎辞职。没想到那位老人把资料还给了他，阿南因此留了下来，帮山崎赶完剩下的工作。这时秀俊还在家里等着阿南，忙完之后，阿南累得直接睡着了。醒来时发现天快亮了，秀俊一夜未眠在等他。阿南刚准备离开，山崎突然叫住了他，向他表达了爱意。阿南被这突然的表白感动到流泪，想到以前男友的离开和秀俊的单相思，山崎的表白填补了他心里的空缺。秀俊知道阿南一夜未归，也猜到了发生了什么。面对同时失去爱与被爱，秀俊不知该如何是好。有人去找他的女友，却意外地发现他竟和别的男人住在一起。
阿南担心山崎会误会，赶紧解释自己是因新婚即被抛弃，无家可归才暂住在秀俊家，并向山崎承诺很快会搬出去，找个新房子。山崎有重要的事想说，却迟迟难以开口。那天老师找到了秀俊，邀请他参加一个音乐比赛，同时也指出了他的不足，就是不够勇敢去表达真实的心声。而此时的秀俊脑子里第一个浮现的人是阿满，这表明他已经喜欢上了阿满，却迟迟不敢表露心迹。这时候老师对他说，老师还告诉他，真正喜欢你的人能从你的琴声里感受到你的情绪，同时鼓励他释放自己，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感情。秀俊从老师的话里似乎明白了些什么，回家后看到阿南熟睡，明白他是因等自己太久才睡着的。这时他在地上发现了租房信息，意识到阿南正打算搬家，这让他感到有些失落。于是他按照老师的建议开始弹琴，希望阿南能从琴声中感受到他的心意。琴声也把阿南惊醒了，阿南告诉他自己做了个梦，阿南梦见了秀俊。秀俊听后又高兴又急躁，但他就是缺乏那份勇气，勇敢地表达自己的心情。这时阿南突然记起还没做晚饭，正要起身去做，秀俊却说他已经吃过了。听到阿南还没吃，秀俊突然意识到阿南一直在等他回家一起吃晚饭，于是他急忙说自己也想再吃一些。其实他不想让阿南敷衍了事。吃饭时，秀俊一直在寻找机会，想把心里的话说给阿南听，也希望阿南不要离开这个家。他总是不敢直视阿南的眼睛，迟疑不决，始终开不了口。于是他邀请阿南一起到楼下打篮球，想借此机会留住阿南，同时也试探一下自己在阿南心里是否有位置。阿南一时间愣住了，从秀俊的言语中，他似乎察觉到了一丝嫉妒。秀俊看到阿南漠不关心的样子，心里已经明白了答案。第二天，阿南开始收拾东西准备离开，秀俊在外面又弹起了钢琴。这时阿南似乎也从琴声中听出了什么，女人带着新男友来参加聚会，没想到竟然遇到了前男友。于是他故意在前男友面前对现男友赞美有加，同时不停地挖苦和嘲讽前男友。真二无言以对，连忙找借口离场。梁子急忙追上前安慰真二，梁子的体贴关怀让真二受伤的心得到了安慰。秀俊立刻看出刘美是故意在真二面前表演，只是为了引起真二的注意。回到家后，阿南告诉秀俊，为了不让山崎误会他明天会搬走，秀俊心里不想让阿南离开，因为他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阿南，但就是缺乏勇气向阿南表达自己的爱意。第二天，阿南开始整理东西准备离开，其实他也舍不得离开，因为这里充满了他和秀俊的美好回忆。他也一直在等秀俊的挽留，而秀俊一直躲在远处观望。他舍不得和阿南说再见，却又缺乏勇气去挽留他。几天后，山崎一回来就立刻去看望阿南，并且坦白了自己的过去，告诉阿南自己曾经结过婚，还有一个孩子。这消息对阿南来说就像晴天霹雳，让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晚上他满心忧虑地去了秀俊家，因为今晚真二和桃子约在这里聚会，他们一起去超市买了聚会需要的食材。和秀俊在一起，阿南很快就忘记了自己的烦恼，心情也舒畅了许多。临走时，阿南突然想买了一盒烟花，他想给不懂浪漫的秀俊一个惊喜，举办一次浪漫的告别聚会。在旁人看来，他们就像一对新婚夫妇，看起来甜蜜幸福极了。突然间天开始下雨，他们赶紧把东西搬回屋内。这时桃子和真二也到了楼下，桃子却阻止了真二，告诉他今晚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在一起，他不想打扰他们。与此同时，阿南告诉秀俊，山崎已经有了孩子，这让秀俊感到非常震惊。他劝阿南要慎重考虑，阿南却坚决反对秀俊的看法，两人因此起了争执，最终大吵了一架。其实他们只是在发泄心中的不满，借题发挥罢了，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最后一起的夜晚以争吵画上句号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阿南悄悄地离开，关门的那一刻，他迟迟不肯松开手，因为一旦离开，可能就没机会再回来。秀俊听到门声，心里突然一紧，意识到阿南已经走了。他本想追出去，却犹豫不决。阿南一边走一边回头望向窗户，多希望秀俊能在窗口叫住自己，挽留自己，也许自己就会留下。但秀俊始终没出现，于是阿南大声呼喊秀俊的名字，仿佛秀俊就在窗口等他，听到呼喊就会立刻打开窗户。但秀俊的挽留还是没有来，两人就这样静静地站着，彼此对视。最后阿南带着笑容向秀俊告别，看着阿南一步步走出自己的视线，秀俊心中五味杂陈。他期待阿南能转身，而阿南也在期待秀俊的挽留。一个以为对方会回头，另一个以为对方会挽留，最终两人还是错过了。走在回家的路上，突然听到一阵熟悉的钢琴声，他急忙跑向房间，打开门的瞬间愣住了，
坐在那里的女人正是心心念念的阿南。原来就在几天前，老师邀请秀俊参加一个音乐竞演活动，还向他和良子推荐了一位教授。教授对良子的才华给予了高度评价，但秀俊的表现却让教授感到失望。面对自身的不足，秀俊心中萌发了放弃的想法。就在这时，良子突然发现路边有个玩具，他拉着秀俊一起去玩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秀俊不小心手受了伤，他觉得这可能是命运的安排，让他放弃弹钢琴。回家之后，他痛苦地把钢琴锁上，决心从此不再碰钢琴。第二天，陈二找到秀俊，无意中发现钢琴被锁了，问询之下得知秀俊放弃了钢琴，并且找了一份普通工作。几天后，真二带着阿南来搬东西，一进门，阿南发现钢琴被锁了，这让他感到很疑惑，因为他知道秀俊对钢琴的热爱，这是他毕生的梦想。最终，真二把情况告诉了阿南。收拾东西时，阿南偶然看到了之前离开时留给秀俊的烟花，那一幕突然在他脑海中浮现。现在回到这个熟悉的地方，到处都是两人甜蜜的回忆。秀俊回到家后，也改变了他的一些习惯，学着阿南直接从瓶子喝水，显然他非常想念阿南。第二天，阿南来找秀俊，这是他们分开后的第一次重逢。阿南假装是顾客，给秀俊买了一条领带。秀俊知道阿南是在鼓励自己，不想让自己放弃追梦。他也意识到自己在钢琴上的不足，这和他对阿南的感情一样，始终不敢完全放开，也不敢说出心里真正的想法。看到秀俊失去斗志，阿南急了，差点说出了心里的秘密。但不论阿南怎么劝，都改变不了秀俊的决定。为了让秀俊恢复信心，他报名了钢琴课，还买了一架电子钢琴，开始拼命练习。他这么做都是为了给秀俊树立榜样，坚持就能创造奇迹。那天晚上，秀俊在楼下走着，突然从自己房间里传来钢琴声。他打开门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阿南竟然坐在那里弹琴。这让他立刻明白了阿南的苦心，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。这世上只有阿南最懂他。在阿南的鼓励下，秀俊终于重新找回了信心。阿南看到自己的目的达到了，就转身准备离开。这时，秀俊突然叫住了阿南。听到这话，秀俊心里猛地一痛，而阿南的心情也复杂难言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听到秀俊提起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那首曲子。通过琴声，阿南终于明白了，原来秀俊也一直在默默喜欢着自己，但一切似乎都太晚了。阿南心神不宁地走回了家，脑海里不停回放那首旋律，回想着和他一起的美好时光。秀俊这次终于鼓起勇气，决定向阿南表白自己的爱。他不想再失去阿南，向阿南的家狂奔去。这时的阿南还沉浸在何秀俊的回忆中。突然门铃响了，他迫不及待地开门，以为是秀俊，但一开门却是山崎站在门外。这时秀俊也赶到了楼下，正巧看到阿南和山崎在一起，他只能默默地躲在一旁。阿南也注意到了远处的秀俊，本来是来向心爱的人表白的，没想到看到的却是他正和别的男人在一起，他只好默默地躲在一边。这时的阿南也看到了秀俊，但他还是决定离开。秀俊感到万念俱灰，后悔没有早点向阿南表白。刚到楼下就遇到了良子在等自己，原来良子和真二的感情也出现了问题。他发现真二最近越来越远离自己，反而越来越靠近前女友刘梅。他开始后悔曾经抛弃了秀俊。对于秀俊来说，他已经放下了他们之间的旧情，因为他的心已完全属于阿南。虽然表面上阿南和山崎在一起，但他心里真正喜欢的还是秀俊，也在等待秀俊的表白。第二天，老师察觉了秀俊的情绪变化，进步很大，他心里特别满意。这都是阿南的功劳，阿南让他学会了如何释放自己。很快考核的日子就到了，秀俊紧张极了，他的钢琴梦想就在这一刻。与此同时，阿南约了桃子去公园拍照，他们偶然看到一位游客的祈愿符，阿南也为秀俊求了一个，希望秀俊考核能够顺利。他带着祈愿符赶到了考场，看着台上的秀俊，听那首熟悉的旋律，他们共同的回忆一下子涌上心头。秀俊表演时，脑海中全是和阿南的往事，他将对阿南的深情融入每一个音符，琴声中充满了激情，那是他对阿南的热烈爱恋。精彩的演出赢得了满堂彩，连评委都被这份情感打动。秀俊演奏结束后，他看到了远处的阿南，立刻向阿南跑去，两人都非常激动。但就在这时，阿南突然提到了那晚的事，向秀俊道歉。秀俊心里想，阿南明明看到了自己，却选择了和山崎一起离开，这让他觉得阿南心里没有他。正打算离开，却被阿南叫住。阿南把今天求的祈愿符送给了秀俊，希望他能顺利通过考试，但秀俊却拒绝了阿南的善意。可以听出秀俊在嫉妒和抱怨，他觉得阿南一直在利用他。阿南被秀俊的话深深伤害，感到非常委屈。
没想到自己的真心换来的是怀疑。他边听电话边流泪，泪水慢慢滑落。电话的另一端，他为她弹奏最后一次属于他们的那首独特曲子。他们明明深爱对方，却总是误会重重。就在昨天，秀俊终于鼓起勇气向阿南表白，却发现阿南已经和山崎在一起，所以他误以为阿南一直在利用他的感情。阿南也感到很委屈，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秀俊，但秀俊始终没能感受到他的真心，他们之间的误会越来越深。偏偏此时，山崎突然向阿南求婚。阿南对这突如其来的求婚感到茫然，他多希望求婚的人是秀俊，但秀俊对他的误解太深。这一天，秀俊去查看自己的考试成绩，得知自己成功通过，他内心无比激动。回家后，无意中在口袋里发现阿南送的祈愿符。突然间，他体会到了阿南的良苦用心，立刻给阿南打电话，向他表达歉意，并告诉他考试通过的好消息。阿南听到这消息后，比秀俊还要兴奋。冷静下来后，秀俊对阿南说，如果决赛能成功，他打算离开这里去国外工作。阿南一听这话，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了。他不希望秀俊离开，但又不想阻挠秀俊的梦想，所以他还是强装镇静，祝秀俊好运。接着，秀俊问起阿南和山崎的事。阿南故作轻松地说，他们正在准备婚事。其实他根本没同意山崎的求婚，他这么做是为了让秀俊能安心追梦。尽管笑着说这些话，但他心里却痛苦万分。秀俊也在忍耐着内心的痛楚，和阿南一起继续编织这段悲伤的谎言。最后，阿南请求秀俊再为他弹奏一次那首熟悉的旋律。秀俊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答应了阿南，这也成了他最后一次弹奏这首曲子。阿南听着那悲伤的旋律，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。他们心里都明白，这份无声的感情即将画上句号。不久后，山崎带着孩子来找阿南，本打算认真与山崎相处，但看到孩子放烟花的那一刻，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秀俊。同时，秀俊看着手中的烟花，也开始怀念起阿南。阿南回到家后一直心神不宁，他发现自己真的放不下秀俊，于是开车来到秀俊的公寓下，恰好看到秀俊正在放烟花，他立刻冲上楼顶。秀俊看到阿南来了，既惊喜又有点失落。秀俊又点燃了一支烟花，烟花爆炸的瞬间，两人紧紧拥吻，他们的感情也随之绽放。男人一觉醒来，突然听到外面有声音，他急忙让女友躲起来，他不想让真二发现他正在和真二的姐姐交往。趁真二洗漱，阿南慌忙中连鞋都没换，就匆匆离开房间。真二洗完后，突然发现家里多了双女鞋，他站在窗户边往下看，没想到看到的是自己姐姐。第二天，阿南约了山崎晚上见，他想告诉山崎自己的真实想法。同时，老师为秀俊找了家签约公司，希望他放弃决赛，因为一旦失败，可能会影响学校名声。老师肯定地说，胜出的一定是良子，除非有奇迹发生。这让秀俊感到很受打击。晚上他去找阿南，想倾诉心中的烦恼，但阿南不在家。正当他准备离开，碰巧遇到也来找阿南的山崎。从谈话中得知，山崎打算向阿南求婚。这消息让秀俊彻底绝望。他刚从阿南家离开，就到了楼下，看到山崎在楼下等自己，他便向山崎倾诉了自己的心声。他不想背叛自己的内心，也不想对自己的感情撒谎，于是他向山崎坦白，自己实际上已经爱上了秀俊。与此同时，良子去酒吧找真二，却发现真二还在和刘美保持联系，一气之下向真二提出分手。心情沮丧的良子找到秀俊，向他诉说自己的委屈。这时两人成了彼此的倾诉对象。而阿南回家后一直心事重重，脑海中不断回想真二的话，他急切地去找秀俊，想确认秀俊是否也真的喜欢自己。没想到恰好看到秀俊和良子在一起，良子担心误会，急忙找借口离开。阿南以为秀俊还和良子纠缠不清，不由自主地嫉妒起来，同时试探秀俊，想知道秀俊的心里是否真的有自己。秀俊则是刚从山崎那里得知，山崎已经向阿南求婚，但他不知道阿南已经拒绝了山崎，两人因此都在隐瞒，结果没有表达真实的想法，最终不欢而散。第二天，山崎找到秀俊，劝他放弃阿南，秀俊的回答却出乎他意料。随后他找到老师，恢复了他的决赛资格。这时他已经决定要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感情，不想再退缩，于是他约了阿南，亲手给他一张入场票，希望他能来看比赛，希望比赛当天能见到阿南。他打算在比赛中通过琴声向阿南传达他的爱。比赛日很快就到了，秀俊看着阿南送的祈愿符，祈祷着阿南能来，但在赛场等了很久也不见阿南，他开始感到焦虑不安。很快就轮到他上场了，阿南还没出现，他的心情一落千丈，甚至失去了演奏的兴趣。
就在这时，赛场的门突然开了，阿南慢慢走了进来。看到阿南，赛场一片安静，秀俊脸上立刻笑了。他把心里压抑的爱通过琴声全力表达出来。阿南通过琴声感受到了秀俊深深的爱意，同时感动之余，两人心照不宣。回想起他们的点点滴滴，秀俊表达的不仅是爱，还演奏出了他们的爱情故事。表演结束后，观众仍陶醉于他们的故事中，满怀感慨，掌声如雷。秀俊凭借真挚的情感赢得了冠军，他也超越了自己。庆功宴上，阿南递给真二鲜花，让他代表自己祝贺秀俊。秀俊看着阿南离开后，立刻追了出去。对他来说，如果阿南没接受他就不算成功。参加比赛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向阿南表达爱意。